中共官史说，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其实不然，遵义会议只是毛泽东走向中共领导权巅峰的重要的一站。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取得最高领导地位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也是毛泽东经历风风雨雨的过程。1920年8月，在苏联共产党代表的组织和策划下，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第二年的1921年7月，又在上海召开了代表性更加广泛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官史中，毛泽东一直被说成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但是根据史料和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和董必武的说法，毛泽东并不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只是列席会议的工作人员。无论如何，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为了突出毛泽东在中共建党中的作用，在毛泽东和中共一大代表曾经担任中国代理国家主席的董必武的主导下，中共的成立日被确定为1921年7月1日，而1920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则被中国官史写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共一大上，陈独秀仍然被推选为书记，他和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了中共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毛泽东进入中共领导层是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3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9名中央委员之一。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第4次代表大会。在中共第4次和第5次代表大会上，他都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在1927年4月的中共第5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成为8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1927年4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领袖陈独秀被剥夺了领导权。中共中央召开了史称8期会议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暴动残部在江西井冈山建立了号称中共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但是由于他不执行攻打驻有国军重兵的中心城市长沙的指示，因此被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与此同时，周恩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后来说，他们给他安了一个枪杆子主义，因为他说过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但是后来的结果表明，毛泽东武装割据的方法不但可以保存实力，而且可以壮大实力，扩大地盘。因此192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6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出席大会的毛泽东仍然当选中央委员。周恩来在这次大会上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5名常委之一。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逐步扩大成湖南和江西交界地区的湘赣根据地，后来被称为中央苏区。
他成为这里的党政军最高负责人。有人指责他作风专断，当时的军队领导人朱德和陈毅也曾经与他发生矛盾，但是中共中央认定毛泽东能力强，所以维持了他在根据地党和红军中的最高领导地位。中共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主要是去过苏联和共产国际培养的人，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还有张国焘等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文化程度高，熟悉马列理论，而毛泽东既没有到过苏联，也没有出过国，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更没有读过马列的书。但是他是中共农村根据地的创始人，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之一，在军事上有行之有效的一套，因此对那些靠书本和理论在党内指手画脚的知识分子心中不服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从1931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蜜月期结束了，他们从合作良好发展到矛盾重重。毛泽东曾经几次被削权，甚至是剥夺了权力，被排挤出中央苏区的核心领导层。对于这一段经历，毛泽东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当时在军事战略方面和土地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存在分歧，他也因此在1931年下半年受到中共中央的几次批评。在军事上，他反对中共中央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因而受到指责。他指挥部队的权力受到限制。1932年6月，毛泽东曾经在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被迫承认自己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32年10月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省宁都召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邓发、任弼时、项英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受到任弼时、项英和邓发等人的严厉批评，被指责为右倾，不尊重党的领导，组织观念不强，而且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错误不够，赞同解除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这次会议的主持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态度相当温和，而且还希望让毛泽东继续参与红军的指挥。但是在多数人的坚持之下，会议最终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实际上等于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尽管宁都会议表面上是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王明的积极进攻战略同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之间的斗争，但是毛泽东严厉处理富田事变，以及借肃 AB 团和肃反运动滥杀无辜，造成中央苏区军队干部和百姓的不满，也是毛泽东失势的重要原因。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温和批评被任弼时、项英和邓发等人认为是调和主义，还向中共中央告状。毛泽东体会到周恩来对他的善意，在前往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之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前方何时来电召，便何时来，表示愿意在红军需要他的时候马上回来。”但是此后红军在周恩来的指挥下成功击退国军的第4次围剿，导致周恩来在党内和军内地位巩固，而毛泽东则从来没有得到周恩来的求援召唤，一直在后方赋闲，颇感失落。从1932年10月到1935年1月，毛泽东一直被排除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最高领导层之外，只在名义上担任
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没有任何实权。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少数人冒着政治风险去探望过毛泽东，包括后来成为元帅的聂荣臻和林彪。1933年，当时中共中央的临时总负责人博古及秦邦宪来到中央苏区时，对毛泽东根本不屑一顾，而且在政治上打击了反对阵地战、支持毛泽东游击战主张的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以及当时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弟弟、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毛泽谭等人，说毛泽谭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受到牵连的还有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和毛泽谭的妻子贺怡等毛泽东的亲属。所以我一到湖南，我就黄个人闲聊，我就问他，我说毛泽东在苏区打仗打那么好，为什么博古他们那些人一进来把他全夺了，没有人起来帮他的忙？为什么？王神说他看法是两个，一个他任人唯亲，用人唯亲；第二个脾气太坏，不能团结人。说那个时候你算老几啊？你不是老大，老大在上海啊。后来周恩来他们什么李登是博古他们，大家还有个中央也没有办法的。1934年下半年，在国军的围剿之下，中共中央苏区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7月至9月之间，刚刚恢复党籍的红军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龚楚，曾经和赋闲的毛泽东有过不少接触。龚楚由于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开除党籍1年。据龚楚在自己的回忆录《龚楚将军回忆录》中回忆，毛泽东为他抱不平地说，这件事完全是周恩来搅的，不过在我们党内越肯负责的同志则越容易遭到处分。毛泽东还抱怨中共中央的领导们既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又不肯接受我们老同志的意见，将来还会继续下去，真是革命的损失。毛泽东长叹一声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罢，毛泽东凄然泪下。1年之后，龚楚向国民政府投诚，由于他曾经代理红军总参谋长一职，因此成为倒向国民政府方面级别最高的中共将领之一。1934年10月，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各个根据地。中共官方说，当时左倾路线的博古和负责中共军事事务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由于和毛泽东意见不合，曾经不想让毛泽东随军撤离，是周恩来做的工作才带上毛泽东长征的。但是根据2009年出版的博古的侄子秦福全所著《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一书记述，毛泽东当时表示要留在根据地和国军周旋。他向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表示，我和老部队不走，你们怕和蒋介石正面交锋，我不怕，我在这里人熟地熟，不怕堡垒战，绝不右倾逃跑。但是在周恩来的说服下，毛泽东同意随中央红军撤离。如果当年毛泽东没有随中央红军撤离，而是留在了原中央苏区根据地，恐怕今天中国的历史都会改写。
长征一开始，毛泽东就先后说服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4位常委之一的张闻天，结成反对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联盟。毛泽东后来曾经对自己的秘书施哲说过，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只要能说服和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多了。所谓的别人，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革军委常委周恩来，和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兼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德。当时中共的军事事务由所谓的3人团领导，其成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和周恩来。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以后，受到国军的围剿，仅仅1个多月以后，中央红军便从1934年10月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减员达到65%。人们对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和负责军事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非常不满。危急时刻，中共中央接受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提议，决定召开紧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对策。毛泽东事先和张闻天和王稼祥商议好了，要求取消3人团军事指挥权的发言提纲。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作用是撤销了负责中共军事指挥的3人团，从而剥夺了时任中共总书记博古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改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负责军事指挥，具体由周恩来和朱德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还有一项对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要的事，就是会议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指挥，辅助周恩来工作。这使毛泽东进入了中共的最高领导层，也是毛泽东取得对中共军队全面指挥权的重要的一步。1935年2月5日，毛泽东说服周恩来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常委分工中负总的责任，成为事实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后来跟我说，他对张闻天就比较尊重了，他觉得张闻天是大知识分子，如果共产党后来一直是张闻天做总书记的话，那结局会好得多得多。这是他唯一提到的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1935年3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负责军事指挥的3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新的3人团，组成人员是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毛泽东进入了中共军事指挥的最高决策层，但是最高负责人是周恩来，毛泽东的工作是辅助周恩来做决策。1935年6月中旬，红军第1方面军及中央红军和由张国焘率领的第4方面军在四川省达维会师。中共中央7月18日开会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8月6日，原来中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及中央红军司令员兼政委。但是由于周恩来患病无法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8月19日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至此，毛泽东确立了指挥中央红军的最高权力。此后，张闻天主管党务，毛泽东主管军事。由于红军还处于不断受到国军围追堵截的环境之中，军事事务显然更加突出。再加上毛泽东为人处事的霸气，因此毛泽东在中共和红军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枪指挥党的趋势越来越大。1935年10月，中共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结束了所谓的长征。长征途中，毛泽东开始参与指挥中央红军时，这支部队尚有3万余人。长征结束时，中央红军剩下不足8000人，与从江西出发时的8万多人相比，真可谓九死一生。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命令，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为副主席。第二年，1936年12月7日，红军3个方面军会师，中共中央再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第1号通电，宣告改组中革军委，毛泽东成为中革军委主席，名正言顺的中国共产党最高军事领导人。1937年2月20日和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先后给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写了2封信，严厉批评中共1927年之前及之后的极左错误，说10年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10年错误形成了一种传统。身在国统区的刘少奇特别批评了中共的白区工作方针。刘少奇要求在党内讨论党的10年历史，有意要求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层。刘少奇的想法和毛泽东不谋而合，但是毛泽东并没有马上应声附和。1937年3月23日和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2次会，讨论白区工作。会上，以张闻天为代表的大多数人表示不赞同刘少奇的意见，认为他言过其实，否定了中共过去10年正确的政治路线。只有毛泽东站出来为刘少奇说话，说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和张闻天在会上发生激烈争论，会上多数人不同意刘少奇的观点，使他陷入孤立境地。这时，毛泽东又站出来为刘少奇说话。在6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刘少奇的白区工作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赞扬了刘少奇的工作能力和在白区工作的成绩。但是与此同时，毛泽东并没有批评过去的路线，并没有站到张闻天的对立面，而且谈到中共过去的伟大成绩，因此他的观点也得到张闻天等人的认可。刘少奇和毛泽东早在1922年就认识，是毛泽东的下属。后来他多数时间从事工运和国统区工作，两个人在工作上交集很少，也从来没有发展出密切的关系。但是刘少奇和张闻天的这场争议，让毛泽东看到了刘少奇的能力，也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建立联盟奠定了基础。尽管张闻天仍然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但是已经日渐成为弱势的政治领导人，而毛泽东则越来越多地干预军事事务以外的党内政治事务。1937年12月29日，曾经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返回中国，来到延安。在此之前，王明还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东方部部长，深得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信任。王明的归来严重威胁到毛泽东争取获得中共最高领导权的努力，一场权力之争又开始了。